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运成。首先来为您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我们的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退役少将李正杰中军。运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现在啊，好多的国家都要排队访华，而且不只是欧盟大国，就连拉丁美洲的小国也是。我们现在来看到啊，乌拉圭总统呢正在这个访华 ING 哈。那么对此呢，他说呢，发展对华关系啊，已经成为了乌拉圭的国策。那么习近平也回应了，说同意共同维护全球南方的一个利益。那现在呢，这个奥尔西啊，就是乌拉圭的总统也说了，说呢，双方要签署19份的经贸合作文件，而且呢，还要认可中企去参与当地的5G 建设。好，因为很多的国家都很怕中国会掌握5G 网络来窃听，用在间谍活动。但是乌拉圭没有在怕哈，直接准许你来当地来为我们建设了。而且啊，乌拉圭总统呢，他也晒了含华量超高的一个经济成绩单哈，说呢，2025年的时候啊，乌拉圭商品出口额达到了134.93亿美元，创下了10年新高啊，年增长率达到了5%。那么中国呢是继续保持乌拉圭第1大出口市场的地位，乌拉圭对华出口额达到了34.93亿美元，较2024年增长了12%。而同时呢，中国也是乌拉圭商品进口的主要来源国主要的进口商品呢，包括了视听设备、车辆还有机械设备。那么《环球时报》也去评论了，说啊，乌拉圭总统这一趟啊带来的远远不只是牛肉以及足球。他说呢，乌拉圭总统呢还带来了拉美国家寻求与中国深化务实合作的一个普遍意愿，拉美国家对于中国普遍投下了一个信任票。好，另外呢，我们来看到啊，不只是拉丁美洲，在这个东南亚的部分哈，越南也是吗？他是不是已经不再跟风美国了呢？他拟定了一个策略，竟然是因应美国2次入侵哈，甚至啊还说呢，表明了河内呢非但是没有把美国视为是一个战略伙伴，反而把华盛顿视为是一个生存威胁，而且无意加入其反中联盟。好，那这个王毅呢去会晤这个越南外长的时候呢，也称啊，中越应该要团结协作，来维护全球南方的共同利益。那么越方也说了，说啊，我们始终呢将对华关系作为头等优先和战略选择，期待呢同中国成为彼此可依靠的战略伙伴。而且不只是这个官方的交流，在民间呐，学中文也成了一个越南求职的一个新趋势哈。越南的招聘平台就发布了2025的年薪报告，显示跟其他的外语相比呢，越南的就业市场对于中文人才的需求是大幅的增加，所以呢，越南也掀起了一股学习中文的热潮。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印度，最近跟美国好像谈成了关税协议，但是真的是这样子吗？好，因为呢，美国说了，说印度要降关税的条件就是不能去买俄罗斯石油。结果克里姆林宫怎么说？说呢，尚未收到印度要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的任何声明。这件事情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呢？现在美印两方已经各说各话了。川普说了，印度同意停止购买俄油，还要采购5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那么关税才会降至18%。但是呢，这个印度方面怎么说呢？印度的斯坦时报报道说降至18%，但是莫迪的社群贴文只有说降到18%，没有去证明这个川普的其他主张，像是不能买俄油啊，还有要买美国商品等等都没有提。那现在新闻周刊也说了，说这个背后呢有一个大棋局哈，这项协议更深层的逻辑啊，其实是战略供应链。华府希望呢将印度打造为非中国制造防御合作的伙伴，那印度呢则是希望赶快看到跟美国合作能够带来的实际回报。好，但是啊，现在呢两国是不是经济战只有暂时喊停了呢？美印的协议条款都很模糊，甚至是各说各话啊。纽时就说了，说啊，印欧官员呢真正深入磋商双方的这个新贸易伙伴关系细节。但是到目前为止，美印的领袖主要达成的都只是一个社群媒体上面的休战相较于印欧的协议，美印根本就只是在说的哈。不过我们回过头来看啊，这整个这个
布局可以看得出来啊，很多的国家现在都已经不是这个选美或是选中了，而是在自保的情况之下，两边都有所接触哈。我们来请教赖岳清教授。世界的格局有很大的一个变化哈，尤其是川普上来了以后，他有点像是催化剂，加速了整个世界格局的一个重构啊。我们看到过去拉丁美洲确实是美国的家的后院。最主要的就是美国除了地理因素以外，安全的因素，还有就经济的因素，对于拉丁美洲，他把它视为他的家的后院，也就视为他的地盘。拉丁美洲除了美国以外，其实没有其他的国家可以取代。俄罗斯曾经也努力的想要进入拉丁美洲例如说我们看到他对于古巴、对委内瑞拉，他本身也很用心的经营，但是没有经济，没有科技。没有民生科技就是不行。中国大陆它本身在拉丁美洲的成功是跟它的经济力有关，跟它的科技力，也就是民生科技力有关，然后最后发展到政治的关系。所以您看到了这个乌拉圭，乌拉圭为什么这次到中国大陆的访问，然后会引起全世界那么高度的关注，是因为他在2026年同时有3个身份。第一个，他是77国集团，77国集团就是发展中的国家。那事实上，他们已经发展到134个国家。他是轮值主席1年那这1年内，他可以对于134个国家跟中国，也就是我们讲的77+1的会谈中，他们可以合作商讨很多中国跟所有134个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的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又是南方共同体的轮值主席，也就是在今年2026年，所以他对于这个巴西、阿根廷、智利或者委内瑞拉跟巴拉圭他们本身的南方共同市场，南方共同市场刚好跟欧洲签了一个自由贸易协定，如果欧洲议会批准的话，如果你从南方共同市场出口东西到这个欧洲，几乎是零关税了。那未来很有可能中国大陆的很多企业，它可能会移转到拉丁美洲在那个地方生产制造，然后再卖到欧洲去，这个也会影响。所以巴西很欢迎中国的电动车进驻巴西，因为未来中国电动车再从巴西进入这个欧洲，它的关税就会更低了。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整个局势都在一个转变。它还有一个就是整个加勒比跟拉丁美洲的所有的这个集团的轮值主席，所以它是刚好3个区域集团的轮值国主席所以对于他来讲，大陆觉得可以跟他有很多的合作计划，因此乌拉圭这次到中国大陆的访问这个很成功，而且待的时间也很长。他也从南到北，从头到从东到西，好好的看了一下中国大陆的各方面的发展。我觉得对于这个你亲身去体验，跟你从资料报告来看是完全不一样的。因此我们看到巴拉圭在这一次的访问里面显得额外的重要。不要忘了，巴拉圭在拉丁美洲它是相对很富有的国家，它的人均所得是1.8万美元，如果以平准购买力来讲的话是2.2到2.4美元，这个其实是蛮高的收入。而且呢，它是以这个白人为主体，也就是说以西班牙人为主体，87%都是白人，人口数不多，340万人而已。但是你可以看到它的影响力其实是不容小觑的。另外，您注意到了就是越南的问题，美国一直想拉拢越南，但是越南对美国一直保持高度的警惕。主要的就是不要忘了，越南它当初分为北越跟南越，那彼此之间内战了很长的时间。美国当初支持的是南越，跟北越打。越南统一了以后，有很大一部分的越南人，他们离开了越南，他们逃到了美国去，也有很大一部分人跑到法国去。我在法国读书的时候就接触到一个我们叫做，虽然名称是华人区13区，但是它事实上都是从越南这边来的，还有柬埔寨来的一些侨民，也包括越南人在内，也包括华人在内。那这些海外的越南人，他们本身一直在于推动越南内部里面的政权的改革，政权的革命，然后他们也资助
里面的一些这个不同的少数的族群来反对越南政府。所以对于越南来说，他对于美国想要在越南发动颜色革命，他一直保持相当高度的警戒。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美国想拉拢，但是越南对美国一直不信任，再加上中国大陆的经济的发展，它跟东盟的国家的贸易额这么的高，8800多亿美元了，已经今年很有可能会破1万亿美元。所以对越南来说，当然学中文成为他们的一个最主要的就业，而且有利于他们的工作职业生涯。这当然中文以后的影响是越来越大。所以没有人呢是希望自己的国家经济不好的啦。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是不是对川普也就越来越敷衍了呢？像是印度哈，我们来请教彬哥。过去拉丁美洲大概算是美国的后院，那美国在这个地方恩威并施一方面势力非常强大，另外一方面只要有一些国家出现动荡或者怎么样，美国就会迅速介入，所以美国一直对中南美洲有很强力的掌控。但是最近这10几20年，慢慢美国的势力开始呈现一个弱化的态势。那再加上美国过去可以给这些国家很多补助优惠这些东西，那现在几乎都没有，反而是美国倒过头来去向这些国家要东西。那这些国家如果不听，那可能美国就要开始对他们做出另外一些比较严厉的对抗措施。所以对这些国家来讲，美国的吸引力是大幅减退。那中国大陆对他们来说是有生意可做，那中国对他们的内部政治基本上也不太会去干涉。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显然越来越多中南美洲的国家觉得跟中国大陆做生意，甚至有更深入的双方的关系，对他们是相对有好处。那当然，我也不认为川普就会做事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因为川普现在他的战略也很明白，他就是把目标锁定在西半球这一块。那你既然锁定在西半球这一块的话，那中南美洲他不可能做事让中国大陆一个一个去撬他的墙角。所以我觉得美国接下来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中南美洲这个地方，所以中国大陆未来在中南美洲一定会遭遇到很多美国的对抗跟挑战。那这就看中国大陆如何去突破美国这个东西。那至于越南，越南当然因为他曾经跟美国打了这么多年的仗，所以他对美国当然是有疑虑。可是他对中国就没有疑虑吗？他不要忘了有所谓的惩越战争或者中越战争，所以他对中国一样是有疑虑的。可是问题是，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而且现在越南正在全力关注在经济发展上面，它的能源、它的原物料、它的很多的东西都需要去依赖中国大陆，所以你会看到它好像是现在比较选择中国大陆，可是实际上它跟美国的关系也没有断，它跟美国还是维持一定程度的关系，所以越南是尽力在画一个可能不是那么等边的三角形，但是还是三角形。所以我觉得对中国大陆来讲，我想中国大陆跟越南也交手几十年了，他心里头也很清楚，有一些时候越南看起来好像对中国大陆非常热情，可是呢，有的时候他也会在背后捅你一小刀，这也不是不会发生的事情。像之前他也一样的跟随着美国一样派他的船舰没事往上走，然后要不然就是在跟中国大陆合建铁路这边要这个要那个，处处刁难。所以我觉得越南的关系对中国大陆来讲，当然在中南半岛上面是非常重要，可是我相信中国大陆大概也是很谨慎小心的逐步的发展，也不会一下就完全投向他们了。那至于莫迪老先，人家就是展现出他老先的能耐，就是他只听他想听的，他不想听的都当作没听到，对啊，就是这样。那川普也是一样啊，川普也是只讲自己想讲的他不想讲的他也都不讲所以先不要先嘛，所以这是第一回合，所以现在还停在社群平台的交流上，两国之间正式签约了再说吧。现在呢，各国是越算越明了哈，所以未来大国还能不能用这个阵营对抗的方式来拉拢呢？我们来请教厉将军。我觉得莫迪真是万夫莫敌哈。这个怎么讲呢？其实，在刚开始俄乌战争的时候，美国为了要制裁俄罗斯，
就规定各个国家不能买俄罗斯的油，因为俄罗斯的油卖出去大概就是它战争主要的经济来源哈。那这个时候没想到印度这时候捡便宜，然后跟这个俄罗斯谈了一个很好的价格，跟俄罗斯买石油，那借机就发了一笔财，赚了一笔钱，因为他在转口这个加工以后再卖回给欧洲的国家哈。那当然，美国看在眼里，当然很生气，他一直想要制裁这个，制裁俄罗斯了哈，在经济上面封锁俄罗斯，断绝它的战争经济的金元的一个来源哈，所以说他就扬言要对印度科50%的关税但是莫迪不为所动哈。那但是这时候莫迪在做什么事情呢？当然，莫迪如果对印度科50%的关税，对印度有没有影响？当然有影响。但是这时候莫迪居然做了一件事情。他跟欧洲居然谈成了所谓自由贸易协定这个 FTA， 这个跟欧洲的贸易协定谈了20年没有谈成，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突然20年之后突然谈成？这个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一个自由贸易协定有将近到20亿人，因为欧洲大概6亿人嘛，印度大概14亿人，加起来有20亿人，是最大的一场贸易协定。我想说，这也说是美国自己促成的。第一个，美国对欧洲好像实施这个，我们也知道也是关税，对欧洲实施制裁，那也对印度实施贸易制裁。刚好这2个这个经济体就可以互相这个取暖，互相投靠在一起。那第二个，我们看这次美国是不是真的要对印度制裁？我觉得很难讲了，因为美国自己本身来讲。如果说是他真的是关税大棒挥向印度，如果印度真的跑掉，那对他来讲也不利，因为他一直印太战略，他还是需要印度这个国家跟印度结合一起来对抗中国。那莫迪当然也抓到这个空隙所以说表面上面是说他不跟俄罗斯买石油，但是谁知道是真是假，现在很难预料但是美国自己主动说我降你从50%的关税降到18%，我觉得莫迪在这方面已经讨到便宜了。那莫迪如果说真的不跟这个俄罗斯买石油，他会跟谁买？我觉得他会把这个面子做给美国，因为我们知道美国最近刚好去抢了这个委内瑞拉的石油，那莫迪会不会说，哎，这样好了，这个我不跟印度买，我的油源来源我就跟委内瑞拉买这个反而可以买到更便宜的石油。所以我觉得一个国家是不是自己有这个能够在每个方方面面能够为自己国家争取最大的利益这是自己国家应该要取舍的，而不要老是靠意识形态。其实虽然说我们讲莫迪这个两头取巧但是毕竟来讲，他对印度是比较有利的这不可讳言，不可否认。所以我觉得这次如果说这个美国自己主动降了关税，我觉得很明显这个川普来讲自己打了自己脸。那到底有没有降这个18%关税？应该是降到18%，但是有没有继续跟俄罗斯买油，现在还很难讲，要看后续的观察。没错，他们都只讲自己想讲的东西不过我们来看到现在的伊朗局势啦，美国跟伊朗两方呢都有一些军事动作了吗？好，现在呢，美国是重军压境来看到卫星呢，就可以看到美军的林肯号还有12舰呢，竟然是重兵去压境伊朗有12艘军舰，还有各式的战机呢，都已经在集结中东了。而现在伊朗无人机呢，竟然呢也去逼近林肯号，结果呢，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呢，就马上对它来进行开火击落，就被这个 F-35C 的战机给打落无人机。不过在这个无人机被打落了之后呢，数个小时之后呢，2艘的伊朗炮艇还有无人机呢，又在这个赫尔木兹海峡去高速的接近一艘悬挂着美国国旗的油轮，甚至威胁登船要进行扣押。这个情况呢是越来越紧张了，海上的情势是非常的紧绷不过川普竟然放话了，他就说呢，伊朗不会想要再尝一次去年年中在伊朗进行的午夜重锤行动，所以意思就是说，他们不会敢乱来的因为那个午夜重锤是对他们来说是打击非常大的。而现在呢，他们是一边打也一边要谈这个伊朗呢要更改谈判的地点还有议程，而川普说呢会如期的举行伊朗是要求在2月6号的时候
与美国的会谈要赶在阿曼来举行，那么仅会和美国展开双边会谈，去讨论伊朗的核问题。好，要谈判了，伊朗也要增加一些筹码，所以他们就来回呛了，说呢，虽然我们的无人机被美军给击落了，但是啊，在断讯以前呢，已经成功的呢，把我们要搜集的情报回传给了控制中心。同时，他也在补刀啊，说，我们有这个新的导弹哦，好，这个射程呢逾1000里，而且啊，2枚就可以集成9000吨的驱逐舰。好，这个是阿布马赫迪，配重重达400多公斤的弹头，可以击穿这个军舰装甲之后呢，再在这个船体内来爆炸。理论上2枚啊就能够集成一艘排水量大约是9000吨的美国神盾驱逐舰。好，那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也来去刷存在感了哈。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呢，竟然是向美国的特使魏科夫强调说啊，伊朗所做的承诺呢不值得信任，要求伊朗呢停止生产对以色列构成威胁的弹道导弹，还要停止铀浓缩活动，甚至还说呢，以色列去向美国施压哦，说呢，你要求美国要赶快向伊朗开火，否则啊，我们以色列就不惜代价，我们要独自的去向伊朗开战。而这个时候，中东还有一个新角色是谁？是中国大洋1号呢，竟然是驶入了这附近。这个是中国第一艘的现代化综合性远洋科学研究船哦。它配备了先进的海底成像系统，可以进行即时海底测绘，并且呢监测异常海洋的声响。同时，它也拥有这个卫星通讯，还有无线的网络设备。这个时候呢，竟然是逐渐的在接近林肯号的航舰。好，除了中东的部分美国呢也在各个地方来挑起战火，像是什么？像是这个索马利亚哈，川普很高调哦，还说呢，自己有很多的战果，说啊，我们呢美军在索马利亚呢精确猎杀了 ISIS 的领导层，还说啊，这份捷报呢反映了川普2.0时代的战争新哲学，拒绝地面部队泥沼，改以绝对的空中优势去压制敌人啊。那么川普上任才1年美军在索马利亚的空袭次数已经飙升至144次了，是比他的第一任期还要狠的。那除了索马利兰之外呢，在奈及利亚呢，美军也进驻了哈。这个是美军的非洲司令部就说了，说他们带来了美国独有的能力，美军已经向奈及利亚派遣了地面部队。那么川普先前就说，指控奈及利亚呢没有保护基督徒任由西北部活动的伊斯兰激进分子肆虐所以奈及利亚正在承受着来自华府的巨大压力，被要求采取行动。而现在呢，美军呢也已经进驻了附近。好，美国呢四处插手。那我们来看到伊朗这个部分美国这一局会不会很难下桌我们来请教赖教授。美国跟伊朗摆出来的态势，好像双方都要打了美国的态势尤其是明显。但是目前的所有的讯号告诉我们说，美国似乎是很想要谈判，更想用谈判的方法来解决这个跟伊朗的核问题怎么说呢？美国不断的在强调说很有可能是委内瑞拉的模式的复制，也在强调说很有可能是午夜重锤，也就是当时用 B2隐身轰炸机对伊朗的核设施进行了这种打击。所以一直不断的在强调这一点，但是问题就是在于伊朗在2月2号的这2次的举措其实就是在提醒川普说跟你想的不太一样，也就是伊朗不是委内瑞拉。第一个，伊朗的国土面积非常大，人口数非常的多，而且伊朗的首都德黑兰距离海岸线非常远，所以你要实施所谓的这种距离海岸线只有10公里左右的这个委内瑞拉的这个总统的绑架案，你在德黑兰你不可能是复制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即使你派重兵进去的话，你美军能不能全身而退看起来是不可能的事情了。你在委内瑞拉加勒比海地区你是绝对的安全，所以你可以把你的整个舰队展开，安全。可是你在阿拉伯海这个地方，你的舰队并不安全了。为什么？因为伊朗在今天也公布了美国林肯号的位置，还有它其他的战舰的位置都把它公布出来。那当然，美国到目前没有回应说伊朗所公布的这是为真还是为假
但是如果说伊朗公布的美军的在阿拉伯海的战舰的布局，这是为真的话，这是代表什么？代表伊朗的这个情报征收能力可以看得到，可以找得到美国的航母。因为前段时间美国的航母林肯号赶到了这个阿拉伯海的时候，他开始进行演练，他就不再说它的具体位置了，他甚至把它的讯号都关掉。但是在这一次，伊朗做了2件事非常特别。第一个就是无人机可以接近林肯号，这代表什么？代表林肯号被伊朗所发现了。这次是只有1架无人机，这是察打一体的无人机，它可以进行侦察，也可以进行攻击的这种察打一体的无人机。为什么后来美国要从林肯号这个起飞 F-35战机去把它击落？那就是表明了美军警告把它驱离的时候，它继续往林肯号的方向在移动中。那这个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他尝试的采用这种比较具有攻击性的这种姿态，逼得美国必须要反制。可是问题是，美国的导弹是贵的，无人机是便宜的，而伊朗的无人机有完全自主的生产制造能力，所以伊朗的无人机有上千架、几千架左右。那你想，如果这个无人机群开始往这个航母战斗群的方式来移动的话，你不可能确保你美国的航母跟你的战舰没有任何一艘不会被打到，你不能确保，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美国为什么伊朗为什么要强调它的导弹？就是我侦察机可以看得到的话，我帮你定位，我的中程的弹道导弹，我的反舰系统可以想办法把你击沉。那这个部分里面对美国也会构成威慑。第二个部分就是在赫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的2个导弹快艇去要扣押美国的邮轮，它是挂美国国旗的。当然，美国的船长最后做了一个决定，加速逃逸同时呼叫中央司令部，中央司令部派了一个这个导弹驱逐舰去护卫，他逃逸成功。但是这个已经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伊朗的革命卫队，它可以直接攻击、摧毁，甚至瘫痪、封锁这个赫尔木兹海峡。这个对于未来的石油的运输走这个航线的话，会构成很大的压力。所以我们看到，最终川普他答应伊朗所提出来的条件，本来是在这个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这个地方举行会谈，现在伊朗要求改在阿曼，这第一个。第二个，原本是双边、3边跟多边会谈，那伊朗说只能够双边，就我跟你谈，其他都不用来了。其他的逊尼派的阿拉伯国家都不用来了，那这个就是那个川普很明显也答应。第3个就是伊朗说，你提的4个议题，我只跟你谈1个议题，就是核武的问题，那其他的议题不谈。那目前来讲，看起来川普说愿意2月6号如期的展开谈判，这代表什么？伊朗的这个动作产生的效果。所以伊朗的底气是越来越足的哈。我们来请教厉将军。我们先从用战术层级来看这次双方的交火哈。这个大家有没有觉得奇怪？这个伊朗在茫茫大海之中，他这一架无人机怎么会知道美国的林肯号的位置，而且笔直的朝它飞过去？这个东西就代表说，伊朗警告你美国说我可以知道你这个林肯号的确切的位置，虽然说你现在这个在茫茫大海中，你把 AIS 信号关掉干嘛？我还可以掌握到，那就很奇怪了。伊朗的科技为什么可以掌握到林肯号？我觉得这时候中国的大洋1号在林肯号旁边，会不会有相关的关系哈？因为是战争在俄乌战场上面我们也经常看到，美国虽然说没有直接参战，但是提供给乌克兰很多的战场即时的情报，甚至于影像情报让乌克兰的无人机可以去攻击俄罗斯的主要的部队这当然我们是怀疑了会不会有相关关？当然这个飞过去，当然现在是说这架这个见证者139被击落，可是我觉得伊朗是警告你美国，那我这次是无人机，我下次会不会就是导弹过去了？这很有可能。当然美国来讲的话，当然也立刻还以颜色，将这架飞机。但是虽然说已经双方来讲已经互相开了第一枪，
可是我不认为会开打哈，因为后续来讲的话，现在看出来川普还是希望说是借着外交谈判的方式来解决。那但是这中间有一个国家哈，就开始希望煽风点火，开始希望打。这个国家叫以色列哈，很明显的，他说如果说你美国不打，我以色列自己来打。但是我跟你讲，以色列绝对不敢自己打。为什么？如果说没有美国助权来讲的话，光以色列打哦，事实上是没有能力。可以这个不管是你的目标是颠覆以色列伊朗的这种哈美内伊的政权啊，或者是说这个将他的这种导弹设施或者核诱设施全部摧毁掉，我觉得以色列能力来讲的话，它虽然有强大的空军哈，可是如果说没有美国帮助来讲的话，它是达不到。所以明显看出来，以色列这时候急着把美国拉进这一局，但是美国我觉得川普也不是傻瓜了，他知道如果这一局拉进去，可能会不会重蹈这个阿富汗的覆辙陷入战争的泥淖里面，对他来讲是极不利的。所以我认为这一次双方来讲还是很可能还是走向谈判的方式来做一个处理。那当然谈判我们也预料说不太可能谈出什么具体的结果，可是最起码避免一场战争的可能性是很高的。好，除了这个中东的问题哈，非洲也是，难道这是美国的一个新的全球的战略战争布局吗？我们请教彬哥。这个美国现在看起来是在那边严阵以待。那当然，以伊朗的科技来说，你说要进行这种骚扰是有可能的。可是你说他真的要大规模去攻击美国的航母舰队群，恐怕还是力有未逮。那只是他为什么能够得知林肯号的位置？显然他有其他的 source 情报来源。那这个美国自己就要去想想看，你到底是怎么被人家侦测到。那当然，他现在说他有这个新的导弹，用400多公斤的弹头，是不是能够穿过？实际上以现代军舰来讲，装甲跟二战是根本不能比，因为现在对军舰的概念是不一样的，所以他本来就不会做很厚的装甲，它的重点是让你根本打不到我，而不是用装甲去挡住你。所以只要被他打中，当然400多公斤的弹头下去一定是重伤，可是问题就在于你打不打得到它。你的导引是什么？你的目标锁定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也都是这个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伊朗到底有没有这样的能力？除非他真的发射出去，不然谁也不知道。那当然，对伊朗来讲，他现在其实他自己很清楚，他的实力还是跟美国差距太大。你如果打起来的话，对他未必有利，所以他当然希望和谈。可是对美国来说也是一样，也就是川普为什么一直讲，就是不要陷入长期的泥淖。要精准打击，然后要赶快评估会获得什么样的这个战果。我觉得重点就在这个地方。美国要去压制伊朗或者是轰炸它都不困难，可是你到底目标是什么？你打算达成什么样的成果？如果只是乱炸一通，没有达到最后的成果，那其实对美国来讲也是没意义。所以我一直说，美国还在等待这个东西。那导致这个外媒说什么？有10架 B-2轰炸机密降阿富汗，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对啊，他去巴格兰基地，巴格兰基地还给美国了吗？没有啊，上次塔利班已经拒绝了。那当然有一种说法是说，他们这是一种交换，就是巴格兰基地去换美国解除对阿富汗的经济制裁。但是现在就开始了吗？我是非常怀疑，而且对伊朗需要出到10架 B-2。我是更怀疑这一点，所以有的时候国际间的消息，大家还是看看就好。好，不过我们来看到这个隔壁的日本选举在即了，马不停蹄啊。我们来看到日本的国会众议院改选呢，2月8号就要举行了。那么10天后呢，18日就要召开特别国会来举行首相选举。那现在要完成选出新首相的程序呢，才能有利2026年的预算等政务衔接以及推动。那么选举前夕高市早苗呢也来试水温了吗？日本的财务省呢，竟然要在5日的时候呢，拍卖大约7000亿日元的30年期国债，似乎是要来试水温，看大家有没有挺我的经济政策。而现在他的民调是相对乐观的所以高市呢就想说，我趁机来把
自卫队入线，那么非核三原则也趁机改一改吗？好，他图谋要让日本的自卫队入线，那么高市早苗被猛批说可能会去修改日本宪法第9条第2款的规定，也就是说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以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交战权。那么这个样子的修宪言论呢，就引发了舆论猛烈的批评，像是这个中道改革联合共同代表野田佳彦就说了，他要坚持无核三原则，必须要建设不再引发战争、不被卷入战争的国家哈。那么对于高市的这个立场呢，他自己的政府官员呢也想要已读不回吗？对于这个高市的台湾有事撤侨，日本政府的发言人呢是冷冷的说台湾有事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他不予置评希望能够冷处理。可能就是因为中国实在是握有太多的筹码了，尤其是在稀土这个部分，所以呢，美日呢又开始来对稀土的储备还有开采呢要来进行合作。那现在呢，说是取得了一个重大进展哈。他说呢，这个中国动辄以稀土为对外关系的筹码之下，美国呢宣布要启动关键矿产的储备计划。那么日本呢也宣布在南鸟岛的海域呢成功的视觉稀土了。但是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各方都有责任去维护关键矿产全球的供应链，发挥稳定的建设性作用。而日本国内一直都有这样子的报道，也就是说，你一直都说你挖到稀土，但不是新的啦。好，那至于美国呢？美国的稀土公司的首席 CEO 就透露了说呢，我们公司正在积极的寻求超过30亿美元的资金，其中就包括了来自美国商务部16亿美元的支援。但是中国呢，自己在继续挖自己的东西。它的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就说了，研究要把这个铜金矿给列入国家储备因为现在中国正在探索将铜金矿这一个上游原料给纳入国家战略的一个储备体系。好了，那除了这个稀土跟金属之外呢，军事力量中国也是不断的在发展来看到这个是新加坡航展呢正在登场，那么解放军的空军呢也去来进行了这个8-1的飞行表演这个呢是睽违6年再度到场的，当他们首度秀出了换装之后的歼10C 阵容，在空中大秀高难度的特技动作吸引了一个全场的目光。好，那歼35A 呢，它呢也是列阵 C 位。那么中国的造飞机亮相在了新航展歼35A 大比例的模型列阵 C 位，不只是军用那个商用机呢也去参展了来看到了陆产的商用机 C919还有9洞9参展。那么中国造飞机呢成为了本届的航展一大亮点。除了这个飞机之外，还有无人机彩虹的 YH1000S 无人机呢也是成功首飞了这成为了全球首款混合动力的无人运输机。可以用在哪里呢？可以用在国际物流、运输、投送，还有应急救援减灾，以及人工影响天气、海洋监测，甚至还有这个海事监管等等的领域呢，都可以来发挥一个重要的作用。好，那至于美国呢？美国就没有秀出心机了他们是很务实的要来进行检验了那这是因为呢，常年低落的飞机妥善率还有战略问题所以美国的空军本周宣布了要重拾无预警的战备检查，并要求各级的指挥官要将战备状况给列为一个首要的任务。好，中国是在台上表演，而美国则是在后台去检修自己的飞机。不过我们回过头来看高市的选情啦，他现在呢又是在这个卖国债，又是要提这个无核三原则，它会不会影响到他的选情呢？我们请教赖教授。估计影响不大因为投票日已经快到了2月8号目前高市早苗个人的民调还有他的内阁的民调，还有自民党的民调都居于这个领先的一个地位，所以一般的估计就是说，这次高市早苗所领导的自民党在选举中可能会表现得非常的亮眼。那高市早苗很明显的也想打铁趁热，借这个机会继续把安倍晋三的3支箭，第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安倍晋三的3支箭里面，第一个就是无限量的经济宽松，那也就是说政府继续在借钱，在印钱那发行公债的话，尤其30年期的这个公债，那么它也在发行，那就代表
这个日本还是走这个宽松的财政的政策。但是事实上，日本政府的债务比美国政府的债务还要高很多啊。日本绝大部分的买日本政府公债的是日本的国民，不是外国的资金，跟美国又不太一样。所以对于日本来说，它的经济假设开始往下一直走下去，日本的民众对于他们的政府或是对他们的经济，如果开始产生不信任的话，这个就是日本的经济危机。日本其实也知道。那目前高市早苗他走一个安倍晋三的第一支箭，第二个那也就是继续要把日本变成一个他所谓的正常国家。那所谓的正常国家，也就是说，日本要改变它的这个战后的宪法，它的宪法是非战宪法，就是不可以用武力争端啊，不可以用武力来解决国际的争端。但是它很明显的要把它改变，这一改变啊，我个人认为对日本来说会产生很大的变化。第一个就是日本的经济在战后能够发展这么的快啊，除了它原本在之前明治维新的时候累积下来的这些科技经济能力以外，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我们讲的所谓的和平红利，也就是战后日本在防卫预算很少超过1%的 GDP， 很少超过1%。那也就是说，一直是很低的国防预算，所以它比较多的钱都用在民生、经济跟科技的发展。在这个部分相得益彰，使日本也透过因为几次的亚洲的战争，包括这个短的这个朝鲜战争，因为朝鲜战争才打2-3年嘛，长的越南战争打了10年。那他因为这个战争对他有点帮助，可是他最主要的帮助还是来自于他的很少的国防预算。现在日本的经济衰败，结果他反向的把国防预算拉高。其实这个现象跟他当时日本军国主义当时的情况是很像的。军国主义者当时在推的时候，就是因为他们的经济开始往下坡走，他逆向往上走，那就是日本打算要想再侵略别的国家了吗？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新加坡航空展，中国解放军是不断的把握机会来秀肌肉哈。我们来请教厉将军。大陆最近这个航空业发展真的是非常的蓬勃跟快速哈。它除了军用飞机之外，另外在商用飞机或者是这个民用部分来讲的话，这个发展速度，尤其是无人机更是突飞猛进。我们先讲军用的部分，我们这次看到这个歼35A， 它是属于空军版本的。另外来讲，它歼35也有海军版本的除此之外，在商用部分，我们这次看到这个C919跟C909，这都已经正式量产的飞机。当然，如果说是能够可能最近可能可以拿到欧洲的适航证，如果 C919可以拿到欧洲的适航证，当然这款飞机将来就可以到欧洲那边去卖到欧洲去，甚至在欧洲飞都没有问题。那909已经是在这个东南亚上空已经开始有适航证了。除此之外，让我们最讶异的是军用机的部分。军用除了说是我们这次它虽然说只展出这个歼35A， 可是我们看到后续前一阵子不管是6代机的歼36或者是歼50，陆陆续续1年里面推出了这种4代的第四款改进型的都已经出来了。所以在军用机方面来讲，也是速度非常快。另外在无人机方面大陆也是速度也很快。我们看到大陆的无人机，我们真的眼花缭乱，都不晓得有哪些系列，有攻击系列的，有隐身系列，有插载一体的，现在还有彩虹的，又运输型的。那我相信这款运输机当然是在民用来讲有很大的帮助或者是这个就是这个民用运输来讲有很大帮助之外，在军用来讲的话，我想也会产生很大的注意。但是反观美军这段时间确实是美军出了很多问题。我们看到美军的 F-35可以说它事故的速度已经快要跟赶上印度事故的速度了那我们从去年看到在阿拉斯加摔了一架 F-35之外，另外这个去年我们看到它在南海这个航空母舰上面刚起飞一架这个海鹰的这种直升机
跟一架 F-18就摔到海里，什么原因到现在没有讲。照川普的说法是说加错油了我觉得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除此之外这个我觉得美军难怪他最近这段时间必须要将飞机停下来做彻底的整修，做彻底一个这个纪律的改进。不然的话，美军摔飞机的速度可能快跟印度差不多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现在各国是积极在囤资源，但是追得上中国吗？我们请教彬哥。其实这一次看起来，以目前的民调来说，高市赢的几率还蛮大，甚至有可能自民党单独过半，甚至加上执政联盟有可能超过2/3。那这就给他修改宪法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力量。那高市自己从年轻的时候，他前几天不是讲到哭了吗？说他30几年来就是很辛苦一直这样。所以他的目标是什么？其实就是要让日本变成正常国家。所以如果现在他真的有机会掌握到这么多的国会力量的话，你说他不会去进行修宪吗？我认为他一定会，因为这是他等了30多年的机会。那只是他如果真的去碰触这一块的话，他们国内的力量其实还好，因为中道联合现在看起来这一次恐怕这个胜算不大。那国内现在对高市来讲，他有高名气、高民意，他也不是那么在乎。但高市恐怕就要去考量，他这样做了之后，国际对他的看法是怎么样？因为中国大陆现在一直指控他是军国主义，要复辟。那之前你还可以说没有什么很实质的证据，但如果他将来直接去动修宪、修改非核三原则，甚至让这个国家正常化、军队正常化，那就会让很多国家产生日本是不是要重新采用军国主义的疑虑。所以高市最好这样往这个方向去走，这个世界就热闹。